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9章。铁匠的错误。4点过5分，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踏上了肖尔迪奇车站的站台，耐心地等待着。车站的搬运工已经帮他叫好了一辆马车，并负责照看他的行李。这位搬运工彬彬有礼，这种无私的礼貌充分体现了这类服务人员的高尚品格。他们是被禁止接受心怀感激的公众的小费的。罗伯特·奥德利耐着性子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由于快车通常有很多节车厢，而且有很多来自诺福克的乘客带着猎枪、指示猎犬以及其他难以名状的物品，乘客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取回各自的行李。就连这位律师对世俗事物那种天使般的漠不关心，也几乎要动摇了。也许等那位因为一条棕褐色斑点指示猎犬而大吵大闹的先生找到了那条有着相应斑点的狗，这似乎是件难以实现的美事，我才能拿到我的行李，然后离开。这些搬运工一眼就看出我生来就是被人欺负的。就算我被踩死在这个站台上，我也永远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控告铁路公司。他突然灵机一动，便让搬运工照看他的行李，自己则走向车站的另一边。他听到了铃声，看了看表，想起开往科尔切斯特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自从乔治·托尔博伊斯失踪后，他学会了什么是决心。他及时赶到对面的站台，看见乘客们正在就坐。有一位女士，显然是刚到车站，因为就在罗伯特走进火车的那一刻，她才出现在站台上，而且由于匆忙和激动，差点撞到他。请您原谅，他彬彬有礼地开口道。随即，当他从奥德利先生那几乎与他美丽脸庞齐平的马甲上抬起目光时，惊呼道：“罗伯特，您已经在伦敦了吗？”“是的，奥德利夫人，您说的对，城堡客栈确实是个阴沉的地方，而且您厌倦了那个地方，我就知道。请您好心帮我打开车厢门，火车2分钟后就要开了。”罗伯特·奥德利带着惊奇的表情注视着他叔叔的妻子。这是什么意思？他想。他看起来完全不像4个小时前在斯坦宁山那间小屋里摘下面具，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的那个不幸无助的女人。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他一边思索着这些问题，一边打开了车门，扶他坐下。他把皮毛盖在他膝上，又整理好他那件几乎把他娇小苗条的身躯完全遮住的大天鹅绒斗篷。多谢您，您对我真好，他在他照料他时说道。您会觉得我今天出行很傻，而且我亲爱的丈夫也不知道，但是我进城是为了付一笔数目可观的帽子账单。我可不希望我那最好的丈夫看到，因为无论他多么纵容我的任性，他都会认为我太浪费了。我害怕他会因此受到丝毫的困扰。上帝绝不会允许的，奥德利夫人，罗伯特严肃地说。他凝视了他片刻，嘴角带着一丝近乎挑衅的微笑。上帝不会允许的，他低声说。我想他永远也不会。第2声铃响了，火车在他说话的时候开始移动。罗伯特·奥德利最后看到的是他那灿烂而挑衅的笑容。他去伦敦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想，他是不是用什么女人的诡计把我给骗了？我到底能不能接近真相，还是会一辈子被可怕的疑虑和猜忌折磨，直到这些东西在我心里越积越多，把我变成一个偏执狂？他为什么要来伦敦？
他一边在脑海里琢磨着这个问题，一边走上无花果树庭院的楼梯，两只胳膊下各夹着一条狗，肩膀上披着旅行毯。他发现自己的住处像往常一样整洁，天竺葵得到了很好的照料，金丝雀们则躲在一块方形的绿色绒布下过夜，这都显示出马洛尼夫人的办事效率。罗伯特飞快地扫了一眼客厅，然后把狗放在壁炉旁的地毯上，径直走进了那间用作他更衣室的小房间。这个房间是他存放废弃旅行箱、破损的搪瓷盒子以及其他杂物的地方。乔治·托尔博伊斯也曾把他的行李放在这个房间里。罗伯特把一个箱子从另一个更大的箱子上搬下来，然后跪在他面前，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仔细地检查着锁。乍一看，他似乎和乔治当初把丧服和亡妻的其他遗物一起放进这个旧箱子时一模一样。罗伯特用夹克的袖子擦了擦磨损的皮质箱盖，上面用大号黄铜钉钉着 G.T 的缩写，但是房东马洛尼夫人一定是什么都管，因为两个箱子都一尘不染。奥德利先生派了一个男孩去找他的爱尔兰房东太太，自己则焦急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等待着他的到来。大约10分钟后，他来了。在表达了对先生归来的喜悦之后，他谦卑地等待着他的分晓。我叫您来是想问您是否有人来过。我是说，今天是否有人向您要过我房间的钥匙？一位女士。女士？不，先生，没有女士来要钥匙。我想您一定是指铁匠。铁匠？是的，先生吩咐铁匠今天来。我吩咐铁匠来？罗伯特惊呼道。我在餐具柜里放了一瓶法国白兰地，他想。很明显，马洛尼夫人一直在享用它。是的，先生，铁匠来检查锁了。马洛尼夫人回答道。他住在桥边一条小巷里。他补充说，清楚地描述了那个人的住处。罗伯特扬起眉毛，表示绝望。如果您坐下来冷静一下，马洛尼夫人，他说，他一向这样称呼他，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您是说有个铁匠来过这里？当然，先生。今天？正是，先生。奥德利先生一步一步地打听到了以下信息：一个锁匠那天下午3点左右来找马洛尼夫人，索要奥德利先生房间的钥匙，说是要检查门上的锁，因为据他说，那些锁都坏了。他说他是奉奥德利先生之命行事，奥德利先生从乡下寄来一封信，吩咐他这样做。奥德利先生正在乡下过圣诞节。马洛尼夫人深信此言不虚，便让那人进了他的房间。那人在里面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但是您一直和他在一起，看着他检查锁，不是吗？奥德利先生问道。当然，先生，可以说我一直在进进出出，因为我今天下午在打扫楼梯。趁着那个人工作的时候，我正好开始擦洗楼梯。哦，您一直在进进出出。如果您能给我一个更明确的答复，马洛尼夫人，我想知道，在锁匠待在我房间的这段时间里，您离开的最长时间是多久？但是，马洛尼夫人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也许是10分钟，但她认为没有那么长。也许是15分钟，但他确信没有更长。在他看来，不过5分钟而已。但是楼梯，您知道，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打扫楼梯的一般情况，以及罗伯特这栋楼梯的具体情况。奥德利先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没关系，马洛尼夫人，他说，我想锁匠有足够的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而您却没有注意到。马洛尼夫人带着惊讶和担忧的神情看着他的房客。肯定没有什么可以偷的，先生，除了鸟和天竺葵，而且……不，我明白了。告诉我那个人的住处，我会去拜访他。但是您要先吃点晚饭吗，先生？我会在晚饭前去看锁匠。他拿起帽子，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然后走向门口。那位先生的地址，马洛尼夫人。这位爱尔兰妇女告诉他，那人住在圣布赖德教堂后面的一条小街上。于是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便在伦敦常有的那种泥泞的雪地里，不慌不忙地向那个地方走去。他找到了锁匠，并且冒着帽子被碰掉的危险，设法穿过了那家小店低矮狭窄的门槛。没有玻璃的窗户里点着一盏煤气灯，里屋有一群非常快活的人，但没有人回应他的问候。原因显而易见，那群人沉浸在庆祝活动中，对外界任何普通的呼唤都置若罔闻。只有当罗伯特进一步深入那洞穴般的店铺，大胆地推开那扇把他与喧闹人群隔开的玻璃门时，他才成功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打开那扇门时，一幅堪比泰尼耶画派作品的景象展现在他面前。锁匠和他的妻子、家人以及2、3位女客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2瓶酒，不是那种大众喜爱的无色度松子酒，而是真正的波特酒和雪莉酒，一种口感浓烈的雪莉酒，回味悠长；一种红褐色的雪莉酒，颜色相当不自然，无论如何都是如此。还有上好的陈年波特酒，不是那种甜腻因过度成熟而褪色变淡的酒，而是一种醇厚浓郁、甘甜醇美、色泽深沉的葡萄酒。罗伯特·奥德利打开门时，锁匠正在说话。然后他说，那位女士像她来的时候一样优雅地离开了。这群人对奥德利先生的出现感到有些困惑，但显然锁匠比他的同伴们更紧张。他猛地放下酒杯，酒洒了出来，然后用脏兮兮的手背擦了擦嘴。您今天来过我的房间，罗伯特平静地说。打扰了，女士们，他对女客们说，您来过我的房间，怀特先生，而且……那个人打断了他。先生，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错误，他结结巴巴地说。我非常抱歉，先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是另一位先生叫我来的，是花园庭院的奥尔温先生，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以前为您做过一些小活计，所以我以为是您需要我的服务。所以我向马洛尼夫人要了钥匙，但是当我看到您房间的锁时，我就对自己说，先生的锁没有坏，他不是那个想要修理锁的人。引号。但是您在我家待了半个小时。事后，弗安达萨凯先生因为有一把锁坏了，就是离楼梯最近的那扇门的锁，我把它取下来，擦干净，然后又装回去了。我不收您的工钱，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错误，因为到今年7月，我开这家店就满13年了，而且，我想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罗伯特严肃地说。不，这确实是件不寻常的事，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怀特先生，我看到您今晚玩得很开心，您今天一定运气不错，交了好运，正在庆祝，不是吗？罗伯特·奥德利说话时，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人肮脏的脸。锁匠并不是个丑陋的人，
除了肮脏之外，他脸上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正如哈姆雷特的母亲所说，那是常事。但尽管如此，怀特先生还是在年轻律师审视而持久的目光下垂下了眼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堆语无伦次的话，为他的夫人、他夫人的邻居波特酒和雪莉酒道歉，仿佛他这个自由国度里的诚实工人，在自己家里寻欢作乐，倒需要向罗伯特·奥德利先生道歉似的。罗伯特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请您不必道歉，他说，我喜欢看到人们玩得开心。晚安，怀特先生，晚安，女士们。他向夫人和夫人的邻居们脱帽致意，他们都被他英俊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迷住了，然后离开了店铺。那么，他在回到自己房间的路上低声自语道，然后那位女士像他来的时候一样优雅地离开了。引号，谁离开了？锁匠在我打断他那句话的时候在讲什么故事？哦，乔治·托尔博伊斯，乔治·托尔博伊斯，我到底能不能接近你失踪的秘密？我现在是不是正在接近？缓慢但坚定地，包围圈会不会一天天缩小，直到在我所爱之人的房子周围画上一个黑色的圆圈？这一切将如何结束？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慢慢地走过圣殿区铺着石板的内院，向自己的住处走去。马洛尼夫人为他准备了那种单身汉的晚餐，无论多么丰盛营养，都缺乏新意。他为他做了一块羊排，正盖着盘子放在壁炉旁的小桌上等着他。罗伯特·奥德利叹了口气，坐下来吃那顿早已习惯的晚餐，带着深情和向往想起了他叔叔的厨师。他做的曼特农羊排，让羊肉看起来远不只是羊肉，那是一种高贵的肉，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凡间的羊羔。他怀旧地咕哝道，而马洛尼夫人的羊排很可能很硬，但生活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吃了区区几口，便不耐烦地推开了盘子。自从我失去乔治·托尔博伊斯以来，我就没有在这张桌子上好好吃过一顿饭。他说，这个地方看起来阴沉的，好像那个可怜的人死在隔壁的房间里，而我却从未让人把他安葬。回想起来，那个9月的下午是多么遥远呐！那个9月的下午，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然后我就那么突然，那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他，就好像地板上突然裂开一个陷阱，把他卷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了。